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飞行专家王机长 YouTube 官方频道，进行一下网络热门飞机视频。网友的投稿，在某游戏里有架样子很奇怪的飞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飞机啊，看起来样子确实很奇怪，因为它的机翼短的有点不正常。机翼这么短，升力不够，现实世界中肯定不会有人这么设计啊，除非是设计师贪钱贪太多了，把完整机翼的钱塞自己腰包里了。有钱能使鬼推磨呀，只要油水够了，机翼都能给你摊没。我们回归正题啊，这个飞机除了机翼不正常之外啊，其他都像极了一架现实中的飞机——塞斯纳152，双座轻型飞机，广泛用于教练和观光，是非常普及的一款民用飞机。保有量呢，在载人飞行器中排名第5，在微绕模拟飞行里啊，也做了这款机模，而且最初的这个相当于新手教程啊，就是使用这架飞机来做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体验体验。那游戏里为什么把这个飞机做成这种奇奇怪怪的样子呢？我也不是太清楚啊。去搜了搜啊，发现可能是跟美国的911事件有关系。当时游戏发布的时候正好出事没多久，大概是因为政府不允许游戏商把能飞的东西做进美国的地图里啊。有了解更多情况的朋友也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下。小伙伴们都看过飞行表演中经常会有飞机拖着一条尾烟掠过天空的场景，实际上这是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机尾放油管排放的燃油被点燃形成的一团火焰。我擦，大哥，你这是一次性飞机？飞机都着了，咱就别再去飞行表演了吧，这不砸自己场子吗？啊，飞机啊拖着一条尾烟，要么是使用了拉烟剂，人为所致用来提高观赏性的，要么是飞机排出来的废气与周围环境空气混合后水汽凝结而成的特殊云系，叫尾气云。再不济就是飞机空中放油啊，不过这个我估计大家基本没本事见。之前我的鉴定系列啊讲过一个把废气尾气云当飞机放油的营销号，感觉已经是营销号中的战斗机了，已经到头了。没想到还有说拉烟是燃油被点燃的火焰的，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这件事让我们明白，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不过飞机空中放油并不只是为了表演，后边的内容啊基本都是废话，我给大家快点放啊，有意思的点咱就慢下来看。正常飞行过程中，战机会消耗大部分燃油，战斗中还会投放使用掉一部分携带载荷。下一位网友的投稿，看完我就只有一个疑问啊，现在教材都已经这么帅了吗？左右两个歼20和歼10清楚明了，唯独中间这架飞机到底是歼16还是歼11不好说。虽然啊这两架飞机差别还挺大的，但单从外形上，从这么远的距离看还真有点迷。从气质上来讲啊，我第一眼就觉得像歼16，无奈是这张图实在有点模糊，没法给出最终的判断。最后我们拿到了更近一点的图片，确定这应该是一架歼16战斗机。歼16我们之前介绍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其实啊，歼11、歼15、歼16它们的外形都很相似的，因为都与苏27有着极大的关系。教给大家一个一眼分辨歼16和歼11的方法啊。歼11全系列机头都有一根针，也就是空速管，而歼16都没有这一结构。至于歼15就是很明显的一对压翼了。看一下网友的投稿啊，我们看看他在好奇什么东西。他这个文案啊还真没写错，如果飞机不是为了测试什么的原因而打开这个装置的话，那你可能确实命已经没了一半了啊。这个小玩意儿是什么呢？这个是冲压空气涡轮，是在飞机发动机停车、辅助动力装置，也就是 APU 完全失效时使用的应急涡轮发电机组。所以你知道为啥打开这个之后命就已经没了一半了吧？另一半命全都攥在机长手里了啊！这个东西啊，其实一看就知道原理，就是飞机飞行的时候啊，风就把螺旋桨给吹转了，跟风车一样啊。高速的旋转运动啊，带动与之相连的电动机和液压泵，产生必要的应急能源。
重启发动机，重启不了的话，也能基本保证飞机操作系统、液压系统和电子设备的应急供电。一般呢，大型民用的飞机冲压空气涡轮系统都布置于飞机机身的下部。历史上有一些著名的航空事故里都有这个系统的身影啊，比如加拿大航空143号班机，波音767型滑翔机这个梗就是从这儿出来的。这个我们放到鉴定系列的番外单独出视频讲。好，下一位，圣安地列斯里的飞机啊，记得上次玩圣安地列斯的时候，我还在玩圣安地列斯啊，我还在上初中啊，好像当时从来没看见过这个飞机。不过啊，这飞机是有原型的，我看它像英国的诺曼公司的 BN2 海盗人，一种多用途轻型双发飞机。可用作客货运输啊、空投空降、农林作业、地质勘探等等，还可以改装成电子情报啊、海洋监测、空中游览和行政专机。客运版呢能带10个人左右，采用直线型上单翼，宽翼间，不可收放式的前3点起落架，能短距起降啊。官方说215米起飞滑跑距离，140米降落滑跑距离，实际在极限状态下还能更短。这架飞机的安全性能也离谱，襟翼全放的状态下，时速速度是40节，没有什么同级别的机型能做到这个地步啊！北京的方圆通航在2018年成为了这架飞机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我们在国内也有机会一览这架飞机的风采。看一下这位网友的投稿啊，我怀疑他在折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看一下他给我的图。就离谱，这清晰度，这距离，你告诉我天上飞了一条龙我也得信呢。所以啊，我只能提供个参考。从气质上看啊，因为也没法从别的地方看了啊，这估计是运8或者是运9，因为感觉像是这位朋友自己拍的图，说的中国话，那默认就是在国内私发的螺旋桨飞机也没几个，只能说凭感觉啊，运8或者运9。各位有眼尖的朋友也可以来讨论一下哈。好的，那这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赞订阅并开启推送，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其他影片了。这里是飞行专家魔机长，那我们下期再见。